结婚周年庆，满堂宾客被我晾在会场大半日，我才踩着高跟从医院姗姗来迟。看见我平坦的小腹，丈夫铁青着脸，孩子呢？我悠悠地吐着烟圈，打了。所有人噤若寒蝉。他气恼地砸碎了一地花瓶，却不敢伤害我半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死一般的寂静中，程玲愤怒地盯着我，戴小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让你打掉孩子的？我扔掉烟头，你让我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，经过我允许了吗？我都杀了这么多人，多这一个也不过分吧？当初他握着我，朝那些他抓来的人开枪，男人、女人、老人，甚至小孩。他说他们都是坏人，伤害过无辜的人。我不是自诩正义吗？为什么不敢开枪？他说我不是一名刑警吗？这点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，怎么抓坏人？他说我不是想找他复仇吗？这么优柔寡断，是不是以后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也会心软了？每次他说出这句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后来他就不需要再拖着我的手，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他，残酷冷血，杀人如麻。滚！我重新点燃了一支烟，向在场的人说道。话音一落，所有人作鸟兽散。其实他们也不必跑这么快，都是多年的兄弟和朋友，总不至于我们两口子吵架把他们全都灭了口。我笑道：周年快乐，程玲，这个礼物你还喜欢吗？程玲很爱我，她爱我到什么地步？我打掉了她的孩子，她发完了火，现在耷拉着眼皮对我说：小娇，你疼不疼？我点头，是疼，不过呢，比起你对我做过的那些，差得远了。程玲眼睛红红的，我翻了个白眼。5年前，我还不认识程玲，那时候我刚刚进入警队，是个新手警察。爸爸就是一个刑警，他跟我们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次，也总是让我们担惊受怕。他很少跟我们说工作的事，他总是跟我说，爸爸在抓坏人。每次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就抓着他的袖子不依不饶。爸爸带我一起抓坏人，他哈哈大笑，把我举得老高。娇娇还太小了，等你长大以后再去。去什么去？瞎胡闹！老妈愤怒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，我们俩吓得赶紧老实坐在沙发上。高中那年，老爸牵扯进了一件案子，他表面上什么也没说，但从他总是皱着的眉头，就说明这件案子不太容易。后来，老爸让妈妈跟他离了婚，妈妈很生气，不许我跟他来往，也不许我收他的东西。知道我报考了警校之后，他3天都没有跟我说话。其实我们都明白，老爸是为了保护我们。老妈也一直知道，我有时候会去警队跟老爸见面。老妈病重的时候，我还没毕业，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，虽然我一直都不同意你也跟他一样干这行，但是你喜欢的话就去吧，你们两父女呀，我是管不了了。老爸也来医院探望过，那段时间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和谐的团圆时光。我听见老爸说，要不了多长时间了，我就退休了，到时候要来赖着你们，可不能把我赶出去啊。我们3个人的笑容中都闪着盈盈泪光。可是老妈走的时候，老爸也没赶得上，他为了跟手上的一件案子，在外面出勤，10几天之后，他只能赶到墓园，坐在地上，拿着鲜花，在碑前不停地叹气。你说你怎么就不多等等我呢？也怪我，老是让你等。快了，等最后一个案子办完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我开车送老爸回警队，分别的时候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他走远了之后，回头发现我还站在原地，就对我挥挥手，回吧。老爸跟我说，我却没想到，
这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。3天，我没有联系上老爸，他有时候出外勤，联系不上是常事。直到我们队长找到我，语气沉重的让我跟他去医院，我才猜测他可能出事了。老爸躺在病床上，除了脸色苍白一点，没有什么异常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伏在他床前，脑子里不断闪过从前的影像。我第一次穿上警服的时候，老爸笑着夸我：娇娇穿这身衣服真好看，英姿飒爽。老爸跟我在训练场投篮拼分数，不慎输给了我。他叹气：老了，干不动喽，以后就要你们年轻人来接手了。老爸就要退休了，他就要退休了呀。队长，我老爸出的什么任务？我没哭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队长没有给我透露太多，我从他隐晦的说法中拼凑出了完整的信息。老爸是去保护一个污点证人，跟一家制药厂有关。药厂的新药品检测不合格，伪造药监局文件，已经有不少人吃这个药出了问题，但是背后合作商把事情压下来了。警队带证人回警局的路上，被一伙人拦截下来了。枪战中，老爸为了保护同行队友受了伤，被打中要害，是在救护车送医的过程中离世的。而那个证人被这伙人推上车带走。处理完医院的事，我迅速回到警局调查这个案件。我调到了监控，开枪那个人很好辨认，秃头，左上臂一大块纹身。秃头纹身男很快就被抓了，然后很快就被放了。他有不在场证明，加上现场检测的证据不足，疑罪从无，当场释放。我不甘心，局长不让我插手这件事，但我仍然私底下偷偷调查。然后我就见到了程玲，当时那个秃头纹身男就伴在他左右，称兄道弟的关系十分密切。我以前就知道程玲，各大媒体都报道过，Y是商界的后起之秀，年轻有为。不过在警队，我们总能了解到一些不为人知的消息，他的产业并不干净。程玲和我目光交汇，我微微点头示意，然后转开视线。葬礼上被救下的那个队员哭得很伤心，我的眼泪还是掉不下来。程玲，我脑子里深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老爸不是被某一个人杀的，是被程玲的权势害死的。秃头放出来的那天起，我就开始着手调查程玲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人虽然年轻，却比很多商界大亨都还狡猾。我很难抓住他的把柄，但他轻易地抓住了我。那天半夜，快要下班的时候，我跟同事接到报案，说城南区发现有人疑似进行毒品交易。我跟着警队到了那所老旧小区进行查访，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。队长通知我们暂时回警队集合，我却突然受到了袭击。这个片区环境很差，没有路灯，只能打手电。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正要转头，被一个人从后面用毛巾捂住口鼻。当我醒来，已经是白天了，脑子还没有完全清醒。我感觉到有人用毛巾帮我擦脸，我终于看清楚了面前这个人的面孔。程玲，喂，你就是戴小娇。她穿着一身裁剪适宜的黑色西服，里面的衬衫却不肯老实扣着，有些发皱的领口随意敞开，跟她现在的表情一样轻佻。小姑娘警惕性这么差，怎么当刑警啊？说吧，你查了我这么久，想要知道什么？不如直接问我哦。他示意旁边的人解开了绑着我的绳索，还有我嘴上的胶带。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死死盯着站在他旁边那个秃头纹身的男人。程玲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你问他呀？哎，说来可惜，你爸爸直接把人给我们，不就好了吗？也省得闹得两败俱伤了。
我一把攥住他领口，的确是你们杀的。他旁边的人迅速冲上来，一左一右钳住我手臂。从房间外走进来一个卷发男人，他把手里抱着的纸箱放在地上，里面有一部相机，还有一些文件夹，都是我的。程玲拿起相机翻里面的照片，他道：“哎呀，真是被你发现了不少秘密。”他把相机砸了个稀碎，然后去拿里面的芯片。我往左边那人的脚上使劲踩了一脚，趁他吃痛放松手上的力道，抽出手往右边的人脸上打去。这两人被我撂倒，我冲到程玲面前，把鱼缸撞到地上。我捡起了地上的碎片，抵着程玲的脖子：“不想死的话，就放我出去。”血从我的手心和程玲的脖子上渗了出来，她却轻轻笑了起来：“小丫头，有2把刷子。”她用手肘击我小腹，我稍稍闪避，却被她夺走手里的玻璃碎片。“不错嘛，看来警校教的还可以。喂，不如你在我这里做事吧，比回警局强多了。”他挨了我一巴掌之后，程玲的脸色黑了，她掐着我的脖子，我能呼吸到的空气越来越稀薄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窒息而亡的时候，他松手了。他把我扔进了一间暗无天日的小屋子，手上的伤口已经有人替我包扎过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墙壁上的小窗口会打开给我送饭。除此之外，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。程玲再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。怎么还不答应吗？她的手指触碰着我的脸，被我躲开后，爪儿捏着我下巴，真是个犟骨头。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不耐，也许马上就会杀了我。程玲在我面前蹲下，捉住我的双手，防着我又打她。我程玲想要得到的人还没有逃得掉的。她将我翻过身去，压在冰凉的地板上。我心里一沉，她已经开始撕扯我的衣服。“程玲，你禽兽，混蛋，给我滚开！你最好直接杀了我，否则有一天我一定会杀了你。”她无视我的挣扎和谩骂，手指在我身上游走，从上至下，身体开始疼痛。可是再疼，没有猜测到老爸死讯的时候疼，没有感觉自己报不了仇的时候疼。试了之后，他伏在我身上喘息，我趴在地上，屈辱与愤怒的泪水无声划过脸颊。程玲离开了，但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回到这里。我放弃挣扎的时候，他嫌我无趣。“小娇，你不是想要杀我吗？现在跟我距离这么近，要不要试试？”我试了，可是没到2个回合，就被拉开双手举过头顶，被压制得动弹不得。小姑娘体力不行啊，还得多练练。我明白，只要困在这里，就没办法杀了她。我不再拼命抵抗，甚至会主动迎合她的趣味。程玲看我的眼睛一亮，她攥着我的手，引导我继续做下去，并且贴在我耳边说：“我做得很好。”因为我的妥协，他换了个房间关我，一间铺着羊皮地毯的华美卧室。还没等我提出要出去，程玲主动跟我说：“要不要去看看你爸爸保护的那个证人？那个证人也被关在这栋庄园里。我见过你的照片，你是戴警官的女儿。”那个瘦小男人见到我的时候，眼睛一亮，然后瞬间就暗淡下去。我问道：“他们没有杀了你，把你抓过来要干什么？”他踌躇片刻，终于说道：“他们在保我的命。程玲派人来抓走他之后，中途经历过几次追杀，换了好几个地方才转到这里。前来追杀的人当中，有我老爸救下的那个警察。”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在葬礼上痛哭流涕的脸孔，他想要为我老爸报仇，当然卖力追击你们。瘦小男人摇摇头，他说：“去了警局，他就没命了。姓程的有的是手段，
他要保制药厂，就可以直接杀了我。没几天了，真相很快就会曝光，到时候你就可以看看谁是人，谁是鬼。3天之后，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媒体报道了药厂的事，上面列出了药厂一整条证据链，条条有理有据，顿时在舆论场中引发了轩然大波。上面的人迅速反应，派了专案组过来调查。药企倒了，相关人员被问责，背后的保护伞也被揪了出来。药监局的官员、警察局里的人收受贿赂、伪造证明、谋杀证人，连我刚刚牺牲的老爸也受到了舆论的波及。看到了吧？真正的凶手是谁？程玲得意地勾起嘴角，这个结果才是你爸爸所追求的公道。公道？我闻言冷笑。那天死的人并不止我老爸一个，另外几个警察，还有路过的平民，他们的公道又到哪里去讨？我转过身去，算了，我说这些也是白费力气。反正你已经习惯无视法律，无视正当程序，法律有没有用？我以为在阿光的案子里，你就已经体会到了。阿光就是那个秃头纹身的男人。程玲抓着我的手腕，让我跟他往庄园的庭院里去。他拽着我的力道很大，似乎带着很重的怒意。小娇，你最近这么听话，我给你一个奖励好不好？他笑嘻嘻地跟我说话。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喜怒无常，只是不知道他带我到关马匹的篱笆面前有什么用意。程玲拍了拍手，一个人被推了出来，他被关进篱笆里，自己摘了头套。我看见是那个秃头男人。移动吧，会打吧？程玲递给我一把枪，你要报仇，我给你机会。我举起了枪，手微微颤动，却无法扣下扳机。杀了他呀，为你爸爸报仇。私刑是不正义的，他应该被送上法庭。你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只要他有个好律师，关几年就出来了。开了枪，我就跟杀人犯没有什么区别，你知道吗？他除了杀人，还做过什么？秃头男吓得不停磕头求饶，求程少饶他一命。他犯的那些杀人和强奸案，他愿意自己认罪，求我不要杀他。他想活命。程玲环着我的腰，又握着我拿枪那只手，贴着我耳边说：“小娇，你就是心软。上次有机会割破我的脖子，你也没这么做。正义让你变得软弱，以后你拿枪对准我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这么心软？”砰！枪响了，我分不清是他扣动的扳机，还是我自己。秃头男死了，面容惊恐。程玲说，被秃头男杀掉的那个人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表情，做得很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小娇。我进了程玲的训练场，每天他不是找人跟我对练，就是自己跟我对练。每个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般。在警校训练这么多年，同时期的男同学很少有人能打过我，但是跟程玲对上，过不了几招，我就已经落败。小娇，你进攻的方式不对，让我教你。我瞪着他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程玲眨眨眼，我爱财呀，跟着我吧。小娇，别回警队，那里面比你想象的要肮脏。戴警官的女儿失踪很久了，再也没有找回来。现在的戴小娇跟警局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会跟着程玲出任务，像忠实的犬一样护着程玲，会用程玲给她的假身份在外是横行无忌。我逐渐不认识这个戴小娇了。有一回，她带过来一个小女孩，让我处决。大姐姐，戴姐姐，你饶了我，你让大哥哥放了我吧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小女孩哭得撕心裂肺，不住求饶，跟当初那个叫阿光的秃头男人一样。我跟着程玲时间不短了，出过不少任务，也处决过不少人，毒贩、谋杀犯、
逼得人跳楼自杀的企业老板，我让他们死在刑法之外，也把自己变得跟他一样心狠手辣、残酷冷血。我希望有一天在杀他的时候也毫不手软。可这是一个小孩，程玲，这不在我答应你的条件之内。我关上保险栓，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点烟。是吗？你听我说完，就不会这么认为了。他有个小学妹，我见过那丫头的照片，挺可爱的。死了一个初2的孩子，被人骂婊子，被人扒光了衣服丢在男厕所里关了一整天。别人说他偷钱，他就被扇肿了脸。他死在家里的浴缸，无声无息。程玲每说一句，那小女孩的脸色就白一分。她坐在地上，紧张地喘着气。他们学校大约是去年翻修过，修得真漂亮。喂，你每天上学的时候走在那条绿道上，心情都很不错是吧？程玲的目光扫过去，那小女孩惊恐地睁大了眼睛，不断地往身后的墙壁里缩。她把枪的保险栓重新打开，放在我手里。你们会怎么做？给她安排心理辅导，安慰她，让她去过一个正常的平静的生活。程玲，他是个12、13岁的孩子，法律保护的就是12、13岁的凶手。枪被端了起来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落下第一枪，击中左手。程玲，他枪法很准，没必要这么折磨他。又一枪击中左耳。啊！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。我去给他家人道歉，我去道歉。我往后缩手，程玲把我禁锢住，提醒我别心软。枪里一共8发子弹，7发没中。女孩的声息已经逐渐微弱。最后一枪，你来。最后一枪，哭声没了，结束了这场折磨。子弹被取了出来，小女孩被扔在学校外面，旁边沾血的纸是她自己写的信，是我诬陷小学妹的，是我害死那个小学妹的，是我自己罪有应得，死不足惜。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？面前的人是一个恶魔，他笑得再灿烂，也掩盖不了这一点。没有。程玲把我抱在怀里，她的声音从我头顶传过来。口是心非。我好几天没去出任务，程玲也就由着我。每到晚上，她还是照样来找我，在我身上深深打下她的烙印。我还是每天都会去训练场，经常跟我对打的是程玲一个身强力壮的手下，就是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，把相机和一些文件带给程玲的那个长发卷毛男。他很看不惯我，对我凶巴巴的，从来不手下留情，每次都下狠手揍我。起来，臭娘们，你那是什么花拳绣腿？老子要是程少，就直接把你扔到男人堆里去，省得整天愁眉苦脸在这儿闹心。程玲的手下都说他鬼迷心窍，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，非要放一个跟他有杀父仇人的在身边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程玲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，他手下人还以为他对我完全不设防，实际上他已经戳破了好几次我针对他的刺杀。他知道我一直都没有放弃杀了他。程玲在浴室让我给他递浴巾，房间里的利器都被收了起来。我拿了一根床围上的绳索，打算去套他的脖子。小娇，别闹了，明明有哗哗的水声，我也很注意没有发出丁点儿脚步声，他就是发现了。程玲伸手把我往他那边一带，我脚底一滑，直接滚进浴缸，还呛了水，被扒光了。坐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无助的猎物，被野兽叼进巢穴，拆解入腹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把我打横抱进卧室，放在床上，用浴巾擦拭我身上的水。我的发梢还在滴水，他已经欺身压上来，在我耳边低语：就这样多跟我在一起，不然你怎么有机会报仇？我不出任务了，让我进公司。
这么久以来，我对程玲提出了第一个要求，她欢喜地笑道：好啊，我成了程氏集团里的一个职员，集团旗下的公司有不少都只是一个洗钱的壳子，能扳倒程玲的证据就在那一条条资金链里。我要复仇，没必要直接杀了他这么简单。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后，警队的人很快就找上了我。小娇，你怎么会跟程玲那样的人在一起？我抽出队长拽着我的手，你认错人了，戴小娇，你是我带出来的，我还能认错吗？你这么做不怕你爸爸寒心？我嘴里嚼着口香糖，扬着下巴看他。队长，你做了这么多年警察，又让多少人寒过心？爸爸和队友当初牺牲，网上不少人说是警队派他们去杀证人的，自古辟谣没人看，流言传成这样，这些警员的家属不寒心吗？因为看过程玲手上的资料，我知道队长没在保护伞勾结的圈子内，我是故意这么说的。我没告诉队长我做过什么，也没告诉他我要做什么。自从我决定找程玲复仇的那一天起，就已经踏上了一条没办法回头的路。短短1年，我在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核心。倒不是我有多少能力，纯粹是靠身体上位的。程玲对我很好，好得过分了。因为我的疏漏，有几次任务出现过问题，她也不在意，照样给我共享一些消息。当然有很多人心里不满，不过谁都没敢当面说3道4。不说，但不代表不做。很快我就遇到了第一次刺杀，刺杀我的是那次失败任务当中的一个小兄弟，他也才不过17、18岁吧，嘴里甜甜的喊我一声戴姐，下一刻对着我就是一刀。我没受伤，卷毛比我反应快，这刀他帮我挨了。小兄弟被其他人抓了起来，他向我骂道：贱人，你直接杀了我，反正我都报不了仇。我没有什么表情，你还有机会去过正常的生活，不要变得跟那些人一样。他大笑起来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圣母，能天天跟仇人睡在一起？指甲楔进了我的手心，对于他的讥讽，我无力反驳。程玲赶过来的时候，正好听见这一句，脸色难看得要死。小兄弟被关了禁闭，就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的其中一间。我去医院看卷毛，他看到我第一眼就立刻说：打住，千万别说什么谢，老子最烦这个。他眼中的轻蔑很明显，老子还是看不惯你，但既然是程少看上的人，不能让你就这么死了。卷毛对我的不满程度在这些人当中排在前面。我亲耳听见他问程玲：你真的爱上他了？兄弟劝你一句，你要么杀了他，要么就让他走。程玲对这些话从来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晚上照样把我抱得紧紧的。他不仅不防着我，还给我讲了很多故事，比如程玲根本就不是他的本名，程玲老爸是歪，是一个高官，那种权力越大欲望越大的人，以权谋私已经是家常便饭，甚至还跟黑帮打交道。他做黑帮的保护伞，双方一起赚得盆满钵满，赚得别人家破人亡。终于等到反噬的时候，可是报应却没有落到他自己头上。一场生意里，黑帮头子因为分赃不均跟他起了冲突，黑帮人绑架了他母亲，本来也是要绑走程玲的，结果那天程玲被提前接走，躲过一劫。老婆被人绑架了，程玲老爸浑然不在意，吃喝玩乐一样没耽误，派手下人过去交涉，但是他们的条件一律不同意。黑帮的耐心很快就被耗尽了，最终警方送回来的只有一具遍体鳞伤的尸体。程玲老爸也不是什么都没做，他让人趁此机会把黑帮一锅端了。
彻底剪除他们在歪市的势力，顺带侵吞了那些财产。凭着这个政绩，他得到了上面的表扬，没过几年就升了市长，升官发财换老婆，市长可开心了。程玲说他得找老爸报仇，制药厂只是一个开始。小娇，你跟以前的我很像，想要报仇，但却找错了报仇的对象。那时候他还小，只知道是黑帮的人下了杀手，但是他们背后更大的恶却站在万丈光辉之中。我笑道，这就是你动用私刑处置你眼中那些罪人的理由。他也看着我笑，你还说你不也想杀了我吗？我定定地注视他，我不杀你，我会看着你进监狱。傻小娇，真是天真。他乐了，把我揽在怀里，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坐牢。他说他知道仇是报不完的，我所坚持的公道太过孱弱，而他坚持的正义，再以牙还牙也好，迟了就是迟了，晚到一步都对受到伤害的人没有意义。他帮不了所有人，等他报完自己的仇就离开这里。我想搬到乡下去，在很安静很安静的地方，住在一间土墙围成的小院里，养一些只会嘎嘎叫的鸭子。或许也可以种一片蔷薇。他跟我比划，就像这里一样，只是不绕在柱子上，而是绕在竹架上。庄园的阳台上绕着一圈又一圈的蔷薇花，夕阳的金光从远方洒过来，映在蔷薇和他的脸上，温和而宁静。小娇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没说话。间接害死老爸的仇人，程玲算一个。说起来，程玲老爸也算一个。程玲不仅是我的仇人，还是我仇人的儿子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程玲几乎没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她捧着我的脸，在我的唇上落下一个吻，轻轻触碰，就像一朵云落在我脸上。我们之间有过很多次吻，没有哪次不是意乱情迷，难以自持，并且最终都以一片狼藉而告终。这个时候却竟然开始纯情起来。他拿出来一个酒红色的戒指盒，牵着我的手，看我的眼神中带着浓重的希冀。他把戒指戴在我手上，脸上的笑容坦荡纯粹，如孩童一般。我却脊背发凉。前一刻他跟我说会亲手杀了他老爸，并且要让当初出现在妈妈身上的伤痕全部还在他身上之后再送他走。那会儿他也是这么笑的。程玲很危险，于我眼里跟一个定时炸弹没什么两样。我像接过定时炸弹一样接过了这枚戒指，会毁灭的。也许我和他都等不到正义的审判，会在他姗姗来迟之前就已经毁灭的。婚礼就是在这座庄园举行的，碧绿的典礼台上铺设着红蔷薇和白色轻纱，一个个衣着光鲜的商界名流在草坪上谈笑，觥筹交错，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脚底下踩着的草地流淌过多少鲜血。程玲满面喜气，我却没有丝毫笑容。到场的这些人大概也知道一些我的事，没有人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，除了卷毛。他看着我，一直皱着眉头。这些年待在他身边的女人，最长都没超过3个月。我没想到他真的决定娶你。他也走到这个远离人群的安静角落，跟我说程玲这个决定有多么匪夷所思。我望着眼前其乐融融的荒谬场面，点了一支烟。我该感到荣幸吗？我从前不抽烟的，在程玲身边学会了。卷毛似乎冷笑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程玲很快应付完一对找他交谈的中年夫妇，他走到我身边来，拿走我嘴上的烟。不是让你别抽烟吗？这可不是好习惯。他从衣兜里拿出一颗糖，剥开糖纸塞到我嘴里，橘子味儿的。上回他跟我讲完小时候的事儿，
也逼着我跟他讲，我也就随口一说，他却牢牢记在心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兜里就时常带着这个牌子的糖。卷毛翻了个白眼，转身走了。程玲这个丈夫很称职，早安晚安，节日礼物从来没有落下过。他在别人面前喜怒无常，笑里藏刀，在家的时候却总是温柔而和煦，对人一句重话都没有。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处决一个又一个的罪人，却在我跟他闹脾气的时候十分手足无措。有时候我惹他生气了，他就自己面对窗户坐着，等气消了，又笑嘻嘻过来找我。他会时常跟我分享他觉得有趣的事，带我去各种地方旅游散心。我稍微有点感冒，他就紧张得不得了，在我身边忙前忙后。我有时候都会产生一种错觉，我跟他像一对普通的正常的夫妻。我闭上眼睛，一遍遍回忆自己手里的证据，提醒自己，他是个杀人如麻的怪物。这个怪物躺在我身边，呼吸均匀，脸上挂着笑，这是他卸下所有防备的样子。要是我现在找机会杀了他，一定可以得逞。晨曦从窗缝中照进来，怪物醒了，小娇，你以后少去公司吧。我心中一惊，脸上还是面无表情。也许他发现我在做什么了，要限制我的权限。他撇着眉毛，小感冒也这么严重，看你体质多差，别太累了，这样很容易留不住小孩。对了，他一直想让我生个小孩，除了我想送他进监狱之外，这是这段婚姻唯一不和谐的地方。为了避孕的事，我给过他不少气受。我不会怀你的孩子。他各种幼稚的手段用尽，哄我、求我、跟我撒娇，我都不理会。你自己都这么幼稚，还要什么幼稚的小生命？把他说急了，他就瞪着我。还记得第一次跟我做吗？你后面是怎么叫的？我瞬间冷了脸。他为这个缠着我哄了一个下午。程玲真是说得出就做得到，他不许我用药，走到哪儿都把我带在身边，亲自看着我。药效一停，我还是怀上了。检查结果一出来，他是有些心虚的，见我的脾气没有发作，就开始死皮赖脸地贴在我身上，说他有多开心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喋喋不休。你说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他以后会喜欢什么呢？不管他想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。不过还是要好好教育了。他会有世界上最爱他的爸爸妈妈，会有一个最幸福最温暖的家，对吧，小娇？我兴致缺缺。他依旧很高兴。前几个月他一直陪着我，很谨慎，医生都跟他说让他不要这么紧张。后来他发现我没有很抗拒，也在好好听医生的话，注意身体，就渐渐的没有一开始那么警惕。我的肚子已经显怀了，这段时间我没有再跟他闹别扭，他对我的看管也越来越松动。程玲忙了起来，时常要去出差，很少分得出精力来管我。他从国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前2天刚做了手术，下床还有点困难。小娇，明天是结婚周年，我在饭店请了人，到时候派人接你过去。不用了，几点？我自己过去。办出院的时候耽误了一会儿，等我赶到饭店的时候，他们都等我大半天了。不少人看着我的肚子，我穿了一件修身长裙，小腹平坦，腰身纤细，一点都不像怀了4、5个月。程玲发了火，所有人都跟木桩一样的坐着，他们低下头，生怕殃及池鱼。只有卷毛一脸看乐子的表情，只是憋着没有笑出来。我把他们都赶了出去。谁给你做的手术？我要把那些医生护士都杀了。程玲阴沉着一张脸。我低下头，把烟灰弹了。有人以前跟我说，报仇要找准对象，谁杀了你的孩子，
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应该杀掉的是我。他一下就不说话了。晚上，程玲站在卧室门口，声音可怜兮兮地问：小娇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我不理他，他就自己灰溜溜地进来。小娇，是我的错，我做的不对，我不应该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让你怀孩子。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，这次我太着急了。他跟我认错，如往常一样把我抱在怀里，轻轻蹭我的头。他给我买了很多补品，让我好好养身体。现在每次他都会认真用套，跟我说让我每天过得开心就好，不用多想。我被他的举动弄得压力万分。程玲，你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说过不可能。程玲用手指按着我的嘴，然后比了一个嘘声的手势，朝我眨眨眼，自欺欺人。程玲依旧很忙，最近她手上有几家产业出了问题，不过我已经从公司退了下来，具体的情况并不清楚。直到卷毛找到了我。你手里有程玲资金链的证据对吧？我不清楚他的来意，但却敏锐地察觉到他在称呼上的变化。你在说什么？不用跟我打马虎眼儿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查他，是又怎么样？如果你想让程玲倒台的话，就帮我拿到一个关键证据。我抱起手臂，冷笑道，然后让市长大人继续高枕无忧，逍遥法外是吧？我不是市长那边的人。卷毛对我摇头。程玲说的不错，警局里确实不干净，但总有一块地方没被那些东西渗透到。他说，如果我想维护法律和秩序，就跟他联手。现在有一个机会，让他俩一块儿倒台。我模糊记起，程玲隐约跟我透露过，他计划要动手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凭什么认为我还相信法律和秩序？就凭你是老戴教出来的女儿？卷毛的辈分很迷，比程玲大不少，又比我老爸小不少，还都管这两个人叫兄弟。没想到程玲机关算尽，身边最信任的人都不是真心对他的。程玲动手很快，市长已经停职，正在接受调查，而程玲自己的产业也受到了波及，几天内倒闭了好几家公司。我手上的证据已经交给了卷毛，他让我拖住程玲，别让他有机会逃跑。收网就在这1-2天了。小娇，程玲好几天都不见人，今天忽然回来了。他找到我那间书房里面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都不应我？反正你都会来这儿找我，我应和不应有什么区别？他笑道。也是。程玲说，我们要尽快走，就要收尾了，以免牵扯进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揪着他的领带，把他按到沙发椅上，让他老老实实坐在上面。小娇为什么今天这么主动？对于我的靠近，程玲很受用。我故作愠怒，忙这么多天不见人，你在干什么？程玲的目光在我脸上流转，声音略哑，我也很想你。我坐在他的腿上，一点一点地靠近。他猛然把我拉到怀里。小娇难得这么主动，有问题？不会是有外遇了？觉得对不起我吧？我横了他一眼。要外遇也是你有外遇，哪有？我很清白的好不好？程玲的注意力被我成功带偏，情动时，他把我反压在沙发椅上。我并不需要拖住他太久，都不用等到白天。当晚我们都没睡，程玲计划着要走，我绞尽脑汁想办法怎么让他别离开这儿。小娇，我们一起去国外吧，不再理会这里的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我已经找不到借口，脸色冷淡地扔下一句：我不走。程玲皱着眉，表情说不清道不明。警队的人很快就来了，别墅外已经枪声四起，警察和一帮人交上了火。程玲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小娇，我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也好，
让他们帮我解决老爸那边找我算账的人。我们要不要看看他们谁会赢呢？有些不幸，第一个撞开大门的是来找他报仇的人。原来你就是市长的大孝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们害得多惨！枪响了，我分不清是3声还是4声枪响，只记得一片混乱。门口的那个人倒了，程玲也倒下了，他挡在了我面前，他在不停流血，一直流血。小娇，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一直都知道。我急得有些哽咽。程玲，你别说话。小娇，你哭了，别哭。他气息奄奄。一阵急促的刹车声响起，几个人冲了进来，是程玲的几个心腹，其中一个我印象很深，当初试图捅我一刀的那位小兄弟，他一直对我怀有恨意，但现在的情形让他无法分心对付我。程玲已经失去了意识，被他们抬到车上。你跟不跟我们走？小兄弟问我，我没有要上车的意思。你们要去哪儿？他交给我一封信。程少说，你不愿意跟我们走的话，就把这个交给你。他关上了车门，扬长而去。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和程玲。警队的人来这里收了尾，接受问讯之前，队长示意我什么都不用说。队长，程玲把我在程氏集团的很多痕迹都抹掉了，还有卷毛的。卷毛跟我说，他以前在市长那里就是卧底，那个时候档案已经被消掉了，但是现在警局里多了2份卧底档案。你问程玲，他死了，枪伤。我重新回到了警队。程玲的那封信，我隔了好几天才打开，看封面我就认出了他的字迹，龙飞凤舞的。小娇，我一直都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我就是知道才把你们放在身边的。如果我想赢，我完全可以直接除掉你们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。我不想毁掉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光明。你们离开我是对的，我停不下来手，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失去控制，就会变得跟爸爸一样，会伤害所有人。你们做得很好，包括最后这件事，我以前不承认，现在我认了。我跟你是不可能有那样安静生活的，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。现在你终于自由了，小娇，我很舍不得你，只不过现在我要找妈妈去了。信封里附了一张照片，是一座土墙院落，房子左边有一棵大榕树，右边是一个蔷薇花架，火红色的蔷薇绕了一圈又一圈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